大家好，我是大伟。头不是乱梳的，你要记住，头是身体的一个缩影。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啊，都能在头上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点。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5步梳头法。这个5步梳头法啊，是我有缘结缘于道家的一个92岁的老道长。这个老道长啊，他一身绝技，而且身体非常的好。他当时传授给我的就是这个道家5步梳头法，而且当年啊，很多人慕名前去啊向他学习。而你要知道，这些慕名前去的人，有的人啊是脑袋当中啊有一些小梗梗的，脑袋当中啊有一些小问题的，包括往上走的一个供血不足的，很多人身体啊腿脚都不好的。这个老道长就给他这个5步梳头法，让他每天回去坚持去做。很多人啊因此得福，身体啊数月就强壮了。今天我把这个道家5步梳头法分享给你，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跟着我一起学起来，并且先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想跟着去做找不到，那就麻烦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5尺经络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梳在梳头的时候啊，不仅能够点通我们深层的经络，而且呢，它的齿头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圆润。梳在头上的时候啊，你不管怎么用劲啊，都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好了，现在我用这把经络梳啊，来给大家演示动作。第一个动作啊，叫做推天梯啊，也叫做踩天梯啊，是什么呢？就是沿着我们的鼻梁往上走啊，一条线一直到我们头顶的这个发际线啊，往上去推，用这个最大的齿头啊，闭上眼睛往上去推。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推的时候啊，它会有一条小红线跟着跑，这是什么呢？这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啊往上引啊。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啊，每天推上50下啊到100下，你会发现脸上慢慢的会发热。这种热呢是由深层发出来的热量啊，非常的舒服。我们就这样去推，在推的时候还会感觉这个皮下有一些小疙瘩、小米粒一样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不好堵着的点。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推天梯啊，慢慢的推，这些点啊慢慢的就推散了。天梯走完以后呢，我们就要去把我们的这个天门给打开。对吧？走上了这个楼梯，哎，就遇到一个天门啊。这个天门就是我们的脑门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要把它刮开。你看，左边刮一下，右边刮一下，把这个门啊给打开。很多朋友啊，他做这个动作时候都感觉有一些疼啊。为什么会有些疼呢？因为你要知道啊，我们这里呢，很多人啊，他是有一些堵点的。这些堵点，你用手指去摸，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手指啊它比较柔软。但是你用这个啊齿头，你去刮上去，你会感觉啊有一些小米粒、小疙瘩啊，一些不通的地方。这些地方你只要划过去，都会酸酸的、溜溜的啊、胀胀的，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它去慢慢的刮通啊，一边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好，做完了这个天梯和开天门啊，你会发现我们面部啊由内向外的一种热量往外散发。这种热量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气血啊给它调动起来，往上引的。好，我们做完了这2个动作，第3个动作是去把我们的整个百会啊给它疏通啊。百会这条线，你看从前一直梳到后，后面是梳到哪里呢？啊，非常的简单，就是梳到我们后面的大椎。大家看啊，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往后走，走到大椎啊，就这样去刮，非常的简单，沿着我们的中线。中线这里啊，正好走的是我们的一个督脉，还有一个膀胱经啊，都是2条大经络。同时呢，走到我们的百会，百会是我们整个头部经络网的一个终点。所以呢，你要把百会这条点啊给它打通了，那对于我们的全身帮助啊也是非常的大。像很多啊这个头部往上走的这个供血不足的，包括头里面有些小梗梗的啊，腿脚没有力的，你每天就做这个动作啊。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啊，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很多问题啊都迎刃而解了。好，把它做完以后呢，我们再要刮我们头顶2侧。头顶2侧是什么呢？一个叫左摆尾，一个叫右摆尾。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左摆尾，大家看。从我们头侧刮下来，刮到脖子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脖子这里我有一根筋，看到没有？然后我手这样一转，就把它带下去了啊！你看，来1，手一转，2、3、4，这是我刮快一点的速度给大家看。大家可以看到，我做的时候是非常用劲的，同时我没有抹任何的油，但是呢，我做起来依然不会感觉皮肤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梳子啊，它齿头非常的圆润，非常的光滑。啊，所以做的时候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我们就这样去做50下。
这个动作啊，它不仅是把我们头侧的经络给它打通，同时呢带到我们整个肩颈部分，像很多肩颈不好的，这里堵着的感觉肩颈特别僵的，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左摆尾做完了以后，有个神奇的是，你左边的脸会更加热，右边的脸呢会稍微的凉一些。然后我们紧接着叫做右摆尾，这5步都是把气血往上引，然后从我们的头投射到我们的全身不好的地方都会在头上出现一些点，把这些点疏通，你的身体就能得到一个全息的改善你看，来右摆尾，一样的手在这里，看到没有转一个圈，你看你看手转一圈，2这样慢动作，3、4、5，大家看这个筋没有？看到这条筋我们就要把这个筋给它刮通，6、7就这样去做，也是30下、50下大家自己看，根据自己的状态而定。这个呢，一共是5步，从我们刚开始的，你看推天梯，我们也可以讲成爬天梯然后开天门，然后通百会，左摆尾、右摆尾，一共5步。你看，把我们的头上全部包裹，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才是真正的能梳好我们的头，把我们的经络理顺。你要知道，咱们的头上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这个网你怎么去梳，怎么去把它理顺，这个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顺序千万不能乱，必须要按着道家5步梳头法的这个顺序去做。好了，今天的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如果大家感觉有用，对自己有帮助，一定记得把动作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减肥最有效率的一套动作，终于被我发现了。52岁的大妈通过这一套动作，1个月体重就掉了14斤。可以说这一套动作彻底的将她从肥胖当中解脱出来。那么据大妈自己所说她原来体重是160身高也是1.6米，所以呢她就是一个正方形的身材，因为体重过重，导致了自己膝盖长期受压力，膝盖磨损严重，很多动作他做不了，而且呢，因为肥胖导致了他的三高一直是居高不下。医生就建议他呢一定要去减肥，他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偶然之间获得了这套方法，是一个高人教给他的，就告诉他用经络去减肥，打开身体上的经络配合一些适当的运动，就能够提高整体的一个代谢，让自己的身体无时无刻的都在燃烧我们的内部脂肪，让身体变瘦。这套动作大妈刚开始还将信将疑，后来尝试了练习了几天，发现自己的体重居然真的往下去掉了就这样坚持了下来，1个月体重掉了14斤。这个动作我现在教给大家，非常的好，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打开跟着练，每天练习5分钟左右，你也可以让你的体重瘦下来。现在我们来开始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第一个动作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4个去湿口，分别掌管我们上肢和下肢的一个代谢总开关。我们先从下面开始来讲下面的去湿口就是咱们的腹股沟腿一折，你看这里有一条沟，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腿分开，同时呢要记住把我们的脚往外打开，做一个外八字，把我们的胯部往前顶把我们的这个腹股沟完全的暴露出来。如果你这个站着同时有点后腰，这个去湿口就被关着了你打不到它。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把去湿口完全打开。用这个拍子，大家看你看1、2、3、4、5、6、7、8就这样去拍，非常的轻松。大家可以听这个击打的声音它这个声音是非常的闷，非常的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因为咱们用拍子在拍的时候是打肉不打皮。这个打肉不打皮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渗透的到我们的一些经络当中，可以把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完全打通，提高我们整体的一个代谢。所以呢，很多朋友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他用手去拍，发现这个手拍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手拍起来，大家听这个声音是打皮不打肉，它只能打到一个皮表，力量很难渗透下去。我们就这样每天去拍上一个100下左右把我们的这个下面的去湿口打开。打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下肢的气血循环变好了，脚底会发热。好了，我们下面的讲完了以后，就是上面的去湿口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腋下。很多人平常喜欢留意观察，
就会发现什么呢？咱们的腋下是最容易出汗的地方啊。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腋下就出汗，这个衣服都潮了。这个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屈尺口。我们打开这个屈尺口也非常简单啊，只要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抬起来，把手臂抬起来了，这时候腋下就完全的暴露出来了。那我们去做的时候也很简单啊，手臂抬起来，你看1、2、3、4、5、6、7、8、9、10、11、12、13、14啊。做的时候呢，根本不需要费力。为什么这么简单呢？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有很好的一个韧性，所以呢，咱们就这样啊。轻轻松松啊，就把我们的这个腋下的屈尺口打开。一般来说，我们做上一个啊，左右算1次啊，做上一个50次，就这样。最好做的时候呢，咱们加一些什么呢？就是身体的一个摆动。大家看，1、2、3、4、5、6啊，身体的摆动就这样啊。我们上面下面2个屈尺口打开，我们的湿气啊先排出体外。很多人啊都知道一句话，叫做10人9湿。大多数的人啊肥胖，其实啊湿气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祸根。好了，屈尺口打开了以后，第2步就是打开我们的一个带脉啊。这个带脉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减肥的总开关，没错。带脉怎么打开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肚脐这条线啊，肚脐这条线，记住了，拍子放肚脐这条线，然后进行一个啊旋转的挥打。大家看啊，你看肚子往这儿啊，把这个线暴露出来，1、2、3、4、5、6、7、8、9、10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很多朋友观察比较细心啊，就发现了啊，这个动作不仅仅啊是把我们的肚子啊这个带脉给打开，同时啊，你看。来回左右的一个晃动，练习到哪里呢？就是我们腹部最深层的肌肉。通过这个动作啊，可以快速的减少我们肚子上面的赘肉啊。所以很多朋友啊，在做完的时候会发现肚子里面啊像火烧着一样的发热。为什么呢？因为深层的这些肌肉啊给激活了，代谢的开关给打开。我们就这样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左右。做的时候啊，最好是配合着这个呼吸，大家可以听我这个声音啊。啊，反复这样的呼吸，这种呼吸啊，配合这个动作是可以更好的、更效率的打开我们带脉的这条开关。最后一个动作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说是把我们的经络和运动啊结合在一起。这个动作我放在最后，那大家一定要是把前面的动作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我们啊箭步蹲，初始的姿势啊。一个拍子啊放在我们小腿的中间，一个拍子放在我们大腿的中间啊，就这样。把这个动作先看好。好，我们箭步蹲啊，你看，用腰腹的力量、腿部的力量，直接把拍子，你看转过来啊，到哪里呢？到另一个腿，拍打2下，来，1、2、3、4、5、6、7、8、9、10。我们现在啊，从侧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拍子这样放，看来1、2、3、4、5、6、7、8、9、10啊，就这样。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似运动的状态，同时呢，再加上我们这个伸展啊，把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啊，给它拉开来。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你看啊，左右啊，就这样围1次，然后呢，每天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啊，大概每天耗费的时间5到8分钟左右，你就能让你的身体的一个代谢之门啊打开。你每天这样去练，不仅经络打开了，人变瘦了，湿气没了，同时啊，这样去练以后还能强壮我们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精神，越来越轻松。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视频的最后啊还要分享给大家，咱们准备拍子的时候一定要准备2把啊，不要准备1把。1把拍子啊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编排不出动作。2把拍子啊才能编排出更多的动作，从而帮你发挥这个拍子最大的价值，让我们的身体啊通过这个运动，通过疏通经络，打开开关，让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古人云啊，筋长1寸，寿延10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古人如何得出来的结论？难道他每个人都量一下筋，最后总结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古人非常有智慧啊，他特别愿意观察，就发现啊，但凡是长寿的老人，四肢腿脚啊都非常的灵活，同时呢，这些老人他们的手掌啊、脚底更加的红润，而手掌、脚底越红润的人呢，他们的手啊、脚啊都更加的有力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后得出的结论，原来啊，我们现在手和脚啊都是位于我们的末梢，手掌、脚掌越红润，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脏越强大，泵血能力越足，我们的气血通达的就更好。所以呢，才有着筋长1寸，寿延10年。这里啊，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如果更灵活，气血更好，那么自然而然，我们的寿命啊更加能延年益寿。所以呢，在这里我要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拉筋步。这个拉筋步啊，非常的简单，动作优美，只要每天啊跟着去做，就能让我们的经络啊完全打开，四肢变得更加灵活，同时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好了，话也不多说，这个动作非常好，我建议大家收藏起来。同时啊，马上我开始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啊，咱们来讲一下动作。这个拉筋步啊，分为2步，一个是手上的动作，一个是脚底的动作。分别拉的是我们整个上半身和下半身，所以呢，它里面每个细节啊都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看。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第一个就是大家把手跟我一样这样摆好啊，这个姿势啊非常简单，你看啊，就这样去摆好，摆好这个姿势，手掌啊朝前，5指并拢啊，把这个姿势摆好。然后呢，把它摆好以后，我们再看腿，腿是什么呢？只要去做一个箭步蹲啊，你看脚往前一迈。然后身体向下压啊，压的时候呢，你注意啊，我的后脚的脚后跟啊是不能离地的啊，不能说你身体一向下，哎，脚后跟离地了，后腿弯了啊，不行啊，一定要把后腿绷直，身体往下压，脚后跟贴地。跟着我做的这个朋友呢，就能感觉到啊，你看我身体一往下压。大腿的内侧、前侧，包括后侧、小腿，全都把经络啊给拉开来了。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奇妙之处。然后我们要配合手上的动作啊，手上的动作和脚底一起配合去完成这个动作。手往前，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看，比如说我是右手的手指朝上方啊，然后呢，我就要迈我的左腿。大家看，把手打开。啊，你看回啊，然后呢，我们再练习一个基本步。你看，右腿朝前，左手手指就朝上。大家看啊，你看2，啊，后面脚后跟不能离地啊。我们手指在往上顶的时候啊，你看你要明显的能感觉你的胸廓被拉开，同时啊，手掌上面有一阵微微酥酥的感觉啊。我们再把这个动作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走一个完整的，先把手啊摆好。现在我的是右手朝上，所以我们迈左腿，你看来，保持住，慢慢的起来，好，转，2，好，回。我这里呢，因为我在往前走啊，可能会出了这个屏幕的一个范围了，所以呢，我只能简单的从后往前给大家演示。大家做的时候，找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场地，把这个动作啊练一练。手朝上，来看，1，动作啊不要急，慢慢做，好，转，来走，2，啊，你能感觉到你整个人啊被拉得非常的紧啊，包括我们的胸啊，包括我们的膀子啊，包括我们的腿部啊，都非常的紧。然后接着来走，啊，非常的舒服啊，再反过来转一圈。来走，啊，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啊，非常的好。这个动作啊，无形之中就把我们身上的经络啊全给拉通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每天走上一个30步到50步，不仅啊强壮了我们的大腿，锻炼了我们的大腿，更能够拉开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这个动作非常好，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同时跟着我做完以后，感觉身上经络打开了，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告诉更多的人，你的2个字啊会帮助更多的人无形之中做了一件善事。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给我点一波关注，因为在我这里会告诉大家更多的养生小知识。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大腿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腿脚好，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啊一定是非常的强壮而且健康的，并且气血会非常的足。这一点啊特别容易体现在中老年人身上。不信啊，大家自己啊留心去观察一些身边的长寿健康的老人。这些老人啊，一般来说，他们的腿脚啊都非常的健康，走路轻巧有力，而且呢，他自己啊能自理生活。其实腿脚啊，古人就说了啊，腿脚啊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人啊，如果腿脚越好，那么这个人啊一定是非常长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腿部啊其实占据着我们身体肌肉总量的60%。
我们最大的一个肌群啊，就是在腿部。同时呢，腿上面它这个血液流通程度啊也非常的发达。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腿不好，那么其实说白了，你身上60%的地方都容易出问题，那你这个人啊，身体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养生先养腿。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完全的打开我们腿脚上面的经络，让你体会到腿脚有力、健步如飞的感觉。做完以后，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每天啊打开视频就跟着我去练。好了，我们现在啊来开始讲解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啊，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啊手感非常的好，而且啊疏通经络、活通气血啊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啊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咱们首先啊，先要找一个小板凳或者小石墩。我现在拿这个小道具啊来代替，腿敲上去以后，我们从下往上来一个一个讲。但是这里啊，我讲个前提啊，我们所有的方向啊都是单方向的往上去推，也就是说向心的方向去推，促进我们的向回的一个代谢回流啊。我们来走，看这个用这个小球啊，你看顶住，然后把我们的小腿你看推上去啊。大家注意看啊，看来。1、2，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往上刮的时候，你看这个手腕要带着一点向回的力。你看3，看我的手腕的运动，4、5、6、7。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经络棍呢？它这个小球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腿部肌肉的疏通啊。这个小球啊，可以快速的、更深层的放松到里面的一些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啊。就这样来回的刮。大面积啊，就给你这个小腿啊，给它放松了。然后呢，我们做上20下以后，开始从下往上，以一个像拉锯一样的模式往上去推。大家注意看啊，你看不用很快，也不用很用劲。这个时候啊，你感觉就像一个锯子啊在锯你的小腿啊，但是非常舒服。其实这就是拨筋术的一种，只不过是这个棍子啊，很好的把这个小球的面积啊扩大了，让我们更好的能快速反复的把这个筋啊来回的波动啊。你看就这样，啊，你看下到上，然后回下到上。好，我们刮上一个10到20下左右，再拉上一个10到20下，自己看这个脚底的反馈。一般来说，我们做完以后，脚底会有一些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就好了。好了，然后第2步是从哪呢？从我们的腘窝开始往上。我们首先做的是大腿的后侧啊，看腘窝也是一样，看这个顶进去，直接顶在我们的腘窝里面，然后看身子往后1，根本不费力啊，来2。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身子一往后，手臂一拉直，自然而然腰部的力量直接把这个小棍子啊就顶在我们大腿深层的后面了，根本不费力啊，这个力量就渗透进去了，非常的舒服啊。你看就这样，刮上一个10下到20下。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做大腿后侧，会感觉特别的酸，特别的胀。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啊，不会去放松我们大腿后侧，长期的久坐啊，包括不爱运动，或者说你这个腿部啊处于一个不正当的姿势，就会导致我们的大腿经络后侧啊非常的堵。这个时候呢，你去刮，很多朋友啊都会出痧。出痧叫做什么？离经之血啊，就是出痧，它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就这样去刮，把深层的这些筋结啊，你能感受到一颗一颗的小球在里面，全部给它打散了。这个时候啊，你再去走路，哇，这个腿部走起路来啊，真是健步如飞，非常的轻松。好，我们就这样去做。好，做完10下以后，依然是的，看，来回往后拉啊，像锯着一样啊，把这个筋啊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拨松，把里面的空间啊给它释放出来。就这样做个10下。好了，这个时候呢，我这条腿的整个后侧，大家可以看到都做完了。现在呢，我们就是做我们的肝经和我们的胆经啊。首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肝经，肝经怎么去做？很多朋友说你这样去做啊不太好，哎，这个动作还非常的巧妙。我来正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个手从底下啊，你看这样抓住棍子，一个手在上面啊，这样抓。我们这样抓住棍子以后，大家看啊，优秀的地方来了啊，你看1。啊，像不像一个划船？下面一个手固定，上面手往回一拉，整个一个扇形的过来，把我们大腿内侧全部放松。啊，再来看一下慢动作2。啊，下面的手固定啊，以这里呢为一个定点啊，就是一个支点。这样一拉，整个力量全部作用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啊，非常的省劲，根本不需要用力啊。3、4、5啊，如果你感觉啊
刮的地方太靠前了，我们可以把下面的手往后移一点，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后侧也刮了。大腿的内侧给它全部刮开很少有人去注重大腿的内侧。我告诉大家，一个人腿脚有没有力，就是看你大腿的内侧。大腿的内侧实在是太重要了养我们的肝气之血，包括其中穿行着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颈动脉非常重要。所以大腿的内侧一定要把它刮开。很多人刮这个动作受不了，太疼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经常去刮一刮，这个感觉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我们就这样去刮，大家看这个动作就这个频率去刮上一个20下到30下，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外侧，外侧也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腿可以做2个动作，就是说把腿微微向内撇一点你看这个腿向内撇一点，然后直接你看压下去，手臂往下一压，轻轻往上一带，就把我们的大腿外侧给它刮了，顺带着刮上一个20下，这个比较简单，就不多讲了刮个20下到30下，把正面你看一起带着刮。没有刮到的地方就这样一起带着刮，这个顺序就这样。大家可以看我们总体讲一下顺序小腿往上，然后呢，大腿后侧往上，每个过程都要配合拉一拉，然后呢就是内侧然后就外侧，最后就是正面全部做完，你这个腿的95%的经络全部给打开了然后还有5%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脚底然后我们做完以后就活动一下你的腿，哇，你这个腿真的是太轻松了。有些朋友说那是5%，我也想打开，怎么办呢？脚底更简单了，你把这个棍子这个朝上小球朝上，脚直接就是踩上去来回的动一动就行了。这个脚底最深层的经络也能打开。所以这个棍子它的用法非常多，不仅仅局限于打开我们腿部的经络，日常当中你看我们疏通我们的腰部打开我们的一个肩颈，是不是？打开我们的肩颈，这样去刮都可以用到。但是这里呢，我们不详细的去讲，后面我们会单独的出视频，怎么样把这个经络棍的用法发挥到极致，教大家快速的打开全身的经络，而且这个做完了以后，感觉真的非常好。这里强调一下我们左腿做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右腿也去做同样的感觉，同样的步骤这里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腰椎不好的、坐骨神经反复疼痛的，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是由于腰部的气血不通，某一些地方有一些筋节它比较僵硬，堵着了一个点。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我们的腰部反复的僵硬难受坐骨神经久站久坐以后就会出现腿脚发麻。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腰椎的气血通道，同时呢，把我们腰部一些看不见的一些筋结一些堵着的点快速的让它消散掉。通过这个方法，打开了我们腰椎和坐骨神经的通道，你的腰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轻松。那今天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去看，跟着去做。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套动作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经络棍。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把经络棍纯实木打磨而成，上面还有专门疏通经络的一个一个的小球，不仅用起来手感非常的好，而且疏通经络、活通气血更是非常的强大。咱们居家备上一把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把经络棍作为演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络棍怎么去用。首先呢，咱们双手掌心朝上握持经络棍，把经络棍的这个有小球的这一面放在我们的后背就这样放好，贴在我们的腰处，然后呢反复横着这样去拉大家可以看快速从上到下往下拉这个呢就像什么呢？给我的感觉就像锯子一样，这个小球当中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充分的把我们后背一些堵着的一些气血不通的地方给它完全的疏通开来。大家看上下这样拉，横着拉所以呢这个动作叫做纵横拨经术我一会儿呢把这个动作全部演示完，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厉害之处了我们从上往下算一次，我们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做完以后会反馈这个腰部特别的轻松，而且从内而外的会有一种发热的感觉。这个热感是在更深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通过这个拨经术它快速的就化解了我们一些堵的地方，气血流通了以后呢，所以呢这个感觉它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就这样做完了以后，大家注意看第二个动作，反手
手背握着这个棍子，这样去握，看手背握着啊，你看这样去握，握着以后呢，你看把我们的腰部啊微微的啊偏向一侧，然后往下看，1、2、3、4、5、6、7、8，然后呢做完以后，你也可以这样拉一拉啊，把我们侧面这里啊把它拉开，从上到下。好，做上一个5遍以后，再来一样的把这个动作重复一遍啊，放在我的左侧，你看1、2，你看身子一弯，它呢就像一个刮痧棒一样，从上到下大面积的把里面一些堵着的地方给它疏通，同时呢上面这个小球啊顶着里面，顶到我们里面的深层，更好的把里面一些淤堵的地方给它打开，就这样啊，咱们就这样去做。非常的舒服啊！很多朋友啊，他一些地方比较僵紧的，他做起来会感觉明显的有一些筋结在顶着这个球，但是随着你刮的次数多了以后啊，这个点啊慢慢它就散开来了。同时呢，散开来以后啊，你的腰部啊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这2个动作做完了，我再给大家分享第3个动作。做第3个动作的时候，咱们需要准备一个道具啊，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小板凳或者小石墩都可以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腿的夹角啊要小于90度，像这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棍子啊，你看塞在我们的一个腘窝处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像把这个腿啊，把这个棍子夹住一样。然后我们反复的进行一个摩擦，用这个棍子上面的这个小球啊，在里面反复的拨筋。这个地方顶着点啊，很多人啊都熟悉，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腰背尾中求啊，这里啊就是尾中。啊，把这里呢气血给它活通了啊，把里面这个2个大筋啊给它解开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腰部啊、你的神经啊都会得到一个释放。那么这里呢有2个筋啊，大家可以去摸啊。第一个是内侧，你这个手啊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一个是外侧啊，手抠进去啊，往外拨一拨。特别是你腿啊向回发力的时候，都能摸到这2个筋。我们一定要连筋带里面的这个尾中啊一起给它啊打开，就这样，反复的搓。搓上一个10到20下以后，把这个棍子啊往回刮，你看1、2，刮的时候有巧劲的啊，不是用蛮力。你看棍子手腕一转，让这个小指头啊顶着上面，然后呢身体你看往上一立，这个时候呢棍子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向上的力，然后往回1，你看我的腰部动作，2，刮的是非常的渗透，3、4、5。这里呢，很多人啊都是堵着的，所以很多人啊做完了以后会反馈啊，这个大腿的这个后侧啊，包括里面啊，有些朋友啊会出痧啊。其实痧呢，我们说啊叫离经之血，这个出痧以后啊，代表着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给排出体外了。所以呢，出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我们就这样啊，你看，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左右。好，我们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呢，不急着做另一条腿啊，活动一下腿，你会发现啊，这个腿和腰啊，就这一侧的腿和腰啊，更加轻松了。我们再做另一侧啊，这个动作非常好，大家看啊，腿往上一敲，然后呢，这个角度一定要注意啊，角度小于90度，腿往回。好，用这个小球啊往斜上方一顶，顶着上面以后呢，你看摩擦啊，20下到30下左右，微微发热。然后手你看换一个姿势啊，然后来1，看我的腰部，2，完全打开，3、4、5、6，把大腿的后侧全部疏通。好，就这一套动作可以让我们的腰部、让我们的神经啊变得更好。这套动作希望大家坚持去做啊，坚持去做上一个15天到半个月，你会发现身体的一个变化之处。同时呢，这把经络棍也有很多种用法，不仅仅是针对腰，还有针对我们的肚子的，针对我们的肩膀的。我会后面啊一一出教程教给大家这个经络棍怎么把它的价值啊发挥到最大。最后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我是大伟，谢谢大家。